好了，朋友们，這周末去神都洛陽，這是我們第一次去河南旅行。我們這次是周五晚上先從上海出發到鄭州，然後在鄭州住一晚，第二天再從鄭州去到洛陽。從上海到鄭州差不多3個半小時，然後從鄭州到洛陽差不多45分鐘。Let's go， 走了200吧。桥火车站，请2速通行。中，空气好差呀，像末日一样。哦，感觉云雾缭繞的样子。天哪！好了，朋友们，我去，差点摔一跤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昨天住在了这边離鄭州東火車站只有5分鐘步行的這個智選假日酒店啊，還是挺便宜的，只要200多塊錢，還帶早飯。然後正好早上去趕9點左右的高鐵去洛陽。我们這次进酒店也是智選假日酒店，離洛陽龍門這個火車站也只有可能5分鐘，可能5分鐘都不到，2、3分鐘的樣子。這次我們的行程主要是洛陽的幾個比較有名的景點。今天第一天會是去最著名的龍門石窟，下午去古墓博物館，晚上在他們的應天門看看夜景。第二天的話就是白馬寺和洛陽博物館。洛陽的這幾個景點都是要提前預約的，最難約的就是洛陽博物館。你對洛陽的印象是什麼？霧霾好嚴重啊！沒有，我說你從小到大對洛陽的印象是什麼？就是古都啊，然後牡丹花啊，還有王一博啊。我對洛陽第一印象就是小時候看三國，什麼董卓把洛陽給燒了，遷都長安。然後小時候玩三國志，那時候洛陽就是一片廢墟。後來是武則天看狄仁傑。一般人對洛陽的印象都是唐朝的時候，它是一個陪都，然後到了武則天，武則天他自己很喜歡一直在洛陽吧。神都洛陽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。我這兩天就來看看洛陽到底是個什麼樣，跟去年的同一時間的大同比啊，旅遊體驗會是怎麼樣，值得期待。時隔2小時再次入住智選假日酒店，比剛剛那個新一點啊。好了，我們現在出發前往龍門石窟。從火車站這邊去龍門石窟差不多15分鐘左右吧，打車啊，價格可能10塊錢左右。要啥自行車？走。終於到了龍門石窟。哇，好氣派呀！龍門石窟這邊買票的話，可以在網上買。然後預約的話，提前2-3天預約吧。然後這邊的票價可能是90塊錢一個人，這個票價只是純粹進去，不含講解費。中國4大石窟在哪4啊？雲岡、龍門、莫高窟，還有麥積山。按時間來吧，莫高窟最早，然後麥積山第2，然後雲岡第3，這邊是最後一個。龍門石窟這邊已經算是個老牌的5A級景區了，覺得應該體驗跟雲岡石窟差不多吧。下過雪還是很好看。前兩天河南這邊下雪了，地上還都是雪啊。這個景區裡面有4個園區，只想玩半天的話，只要去它的主要的那個西山石窟看看就可以了。進門之前，咖啡警察要去買咖啡了。這個是洛陽本地的一個咖啡店，是嗎？叫寥寥一杯。這個買好門票之後直接刷身份證就可以了。歡迎蒞臨。進來了。啊，你要請嗎？這個講解還挺貴的，高級講解每團5人之內，然後600塊錢；初級講解200塊錢，5人之內都是5人之內啊。這邊可以租導覽器的講解啊。好了，租好了講解器，30塊錢一個人啊。他好像是走到哪就講到哪是吧？啊，今天全靠你了，我們省錢，就一個人聽，你就是我導遊，好嗎？皇家園林中演繹着一塊巨石，
旗上用繁體書寫拼字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原来对着什么东西在说呀？不知道。哎呀，下好几个建筑。妈咪妈咪开大会了！天哪，这个天气真的是仿佛处于毒圈，太可怕了。今天一张照片都拍不出来了，我觉得。别拍了，今天连封面都拍不出来了。这什么河？对，伊河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龙门石窟，就是凿在这个伊河两岸的长达1公里的那个崖壁上。所以它应该确实会有一些流水侵蝕的问题。不仅是流水侵蚀吧，这边还主要是气候也不干燥，湿度也高，这边，所以它的保存没有像云冈那么好一点。而且被人偷盗也挺多的。这是龙门桥，它是仿那个赵州桥修不建的一个石拱形桥。这就是龙门桥，这是后建的吧？不知道。这个气勢還挺磅礴的啊！龍門橋，這個龍門石窟簡介。隋煬帝的攻城門面對伊闕，而史稱龍門。這個就是龍門石窟的一個遊覽圖啊，它這個也太硬核了，我的。這邊就是香山的白猿，就白居易墓啊。香山就是東山。東山。右邊是龍門山啊。然後盧舍那大佛就是在西山，所以我們現在這邊是西山，對吧？那邊就是東山，所以我們現在直接就走進西山石窟。好多貓咪啊！全是貓咪。這邊是禹王池，它是一個天然的泉眼。這居然是熱水。假的吧？大禹開鑿龍門有關。這熱水嗎？溫水不是熱水。好了，從這裡上去就開始遊覽，馬上就要開始聽不懂了。乾西寺它是這邊的第一個窟，然後它開鑿於唐代。它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薩的一個。一佛二弟子二菩薩啊。看這個佛的頭像確實被風蝕的還是很厲害，基本上臉都沒了佛的頭已經沒了，破壞挺厲害的。這應該是被偷掉的吧？這個佛頭，好可憐。這個窟還在修，這應該就賓陽三洞吧？北魏宣武帝時期開始開鑿的。這是北魏的洞了。這個洞在修，這個洞也不見了，只能看那個洞估計。這邊是不是也是一佛二弟子兩菩薩？看這樣子也是。這來兩個香港明星，不知道在幹嘛。吔屎啦，梁非凡！我而家炒你啊！唔使你炒我嘅，我炒你。賓陽中洞開鑿於北魏時期，窟內三壁代表為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中間是如來佛是現在，然後燃燈古佛是過去，未來是彌勒佛。他講解裡說，中洞是唯一一個開鑿完整的窟，賓陽的南北洞因為當時北魏政變沒有開鑿完整。這裡是有個比耶的大佛，這裡是比耶的大佛。你看這些小佛的頭都沒了，是吧？基本上頭都沒了。他為什麼老喜歡偷頭呢？我真是服了。頭好偷啊！這也是武則天主政時期所開鑿的。中間是彌勒佛，這兩個佛其他都是弟子估計。這都是擊掌，掐，都擊掌大家都一起擊掌。擊掌。真的是曹操，真是地獄笑話。在洛陽聽他們說有個人尋物啟事，哪位遊客拿到曹操的身份證？對面就是香山寺，在東岸那邊看都看不起。這像在動物園裡看猴子一樣。牆壁上還有好多佛，千佛壁。就是講解裡面說到有很多洞窟裡面的什麼什麼像，目前都保存在大都會或者是波士頓，或者是還有堪薩斯的一個什麼博物館裡面，都是美國人搞的。流轉到美國吧。上面有個大蓮花呢，
蓮花洞。一佛二弟子二菩薩，还是这個套路。右側的阿南的那個頭像也被盜了，現在藏在中國台灣的博物館。其實能看出來，它以前應該是非常精美的，就你看它頂上那些紋路。但是現在卻是青石，太嚴重了。這上面那個佛也是，只剩一根手指，好可憐哦。要來了嗎？是這兒嗎？我感覺就是這兒。看這個海拔落差，看這個人流量啊，應該這邊就是最有名的盧舍那大佛了。哇，好大呀！我現在只看到個頭。河对岸估計能看，但是這個天氣估計鬼都看不到。哦，能看到頭。哦，盧舍那大佛，這個就是龍門石窟的鎮窟之寶。就是以武則天為形象刻的盧舍那大佛。一路攀升。哦，出现了。哦，这个佛还是保存得很好的。这些佛脖子上都有3道紋路，這紋路叫三無礙紋，是佛教傳到中國以後，隋代就開始有這樣的一個特徵了。然後三無礙指的是辯才無礙、溝通無礙和說法無礙。這個也是一佛兩弟子兩菩薩，但是多了4大金剛，這就是4大金剛吧？應該。這南壁上那個兩個金剛因為鑿掉了，而且風化封得很厲害。這兩邊還是栩栩如生的啊。其實這個盧舍那大佛，他們說也有一個很神秘的微笑，叫做東方的蒙娜麗莎。其他佛教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它的面部有一點女性特質。是。從這個角度看，他確實好像在笑哎。剛剛那個正面角度看還是很莊嚴的，這個角度感覺就有點像在笑一樣，很慈祥。他兩個手有沒有？盧舍那的意思是光明遍照的意思，然後這個照字就是武則天的自稱，不是武曌嗎？哦，那個照字，原來是這樣。可以看它這個的3道紋路還是非常明顯的，刻的是真漂亮。踩着是嗎？這是小鬼嗎？海膽觀音的那個。每次看到這大佛還是覺得很震撼。它比雲岡要小一點，但是保護的還是不錯的，除了手沒了以外。龍門石窟它這邊不像雲岡那樣有非常大型的那種。它的洞窟全都是鑿在壁上，對，不是那種到裡面去那種古洞窟，所以雲岡會保護的比它好一點。雲岡的石窟的那種色彩還保留着，對的，細節都還挺好。走在這個伊闕橋這裡，應該也是後造的，可能以前也有一條橋叫伊闕橋，這一看就是後造。然後剛剛就是在這邊的西山石窟，然後東山石窟在那邊，這邊就可以看到這邊的洞窟了，大大小小的。這個角度看，得了，這邊角度看那邊大佛是最正的。這邊就是東山石窟了，很顯然，這邊的人氣跟七山石窟比完全沒法比啊。這個是東山最大石窟，看經寺啊。這個蓮花沒有剛剛那個好看。然後它有飛天的，你看沒？哦，仔細看確實好像是有飛天。這個頭還是有點厲害。別人都在看着地上的六邊神，只有他仰望天空。這個佛看他很不爽，感覺。這兩人才看互相看不爽。很明顯，東山石窟沒有得到像西山石窟那麼重視。同等的待遇。他這種佛下面連個牌牌都沒有，都不知道是在講什麼。路又難走，又沒有任何的介紹。我發現大家對東山石窟都有一個很一致的評價，就是來都來了。來都來了。
天哪，来了！酸奶大麻酸。来了，羊肉烩面，是吧？哎呦，好多蒸汽！这是吧？这牛肉饼，脆的一个牛肉饼，脆皮的牛肉。来，其实它有辣子，你要这样。羊味很足。是吗？为什么这边这么多盐呢？为什么？他们这边吃牛肉汤，好像就是盐的那个浓淡是你自己加的。哦，这个饼。哇，这外皮吃出一种香酥鸡的味道，很香的香酥，这个外皮，还吃一下烩面，哇，这个汤好鲜，完了，这个肉也特别的嫩，羊肉有点骚味，我很喜欢。哎，这个面真好吃。走，我们现在出发去古墓博物馆。从龙门石窟去古墓博物馆，差不多要打车30分鐘。好了，終於到了古墓博物館。這好像是全球第一個以古墓為主題的一個博物館，但是要在小程序上提前預約。這個博物館據說是很有趣味，他們裡面的墓是1:1，完全複刻正常的那個墓。太虛。就是我们魔法號太虛。這兒可以租官方的講解，35塊錢一個人，沉浸劇本殺，大家現在都挺會賺錢。不同的時代，它喪葬的一個墓地的一個特徵，商朝、秦漢、唐朝等等。曹魏的。啊，這是曹魏墓，曹操墓啊。啊。不是曹丕墓。這個展廳就是大致的把所有朝代的墓的樣子稍微介紹了一下。東漢永康元年墓。啊，這就是東漢的那個某個墓。我們現在就在一個墓穴裡，相當於隨葬品。錢塘。展示都是一些各個朝代比較平民的家庭的那種墓葬。豬圈廁所。哇，死後要把原來生活中的一些東西都扔進去。這邊是手辦墓。這就是西漢的墓，他們墓比較有名就是這個磚它是空心磚，防潮用的。都是墓，可以左右來回的去穿一下啊，這也是個墓。西晉墓就變成磚了，你看到沒有？磚墓。墓誌。墓誌銘是這個時候開始的。啊。哇，這是他出土的陶俑，好精美啊！一個影子打上去好嚇人。這個墓厲害。棺木，尿不動的裡面都是唐三彩的東西。這個是磚雕墓。這是牡丹花。哦，這上面那個磚也雕成像門一樣，然後上面都有不同的花。這是牡丹花，用這種牡丹元素就證明我是洛陽的 City Boy 和 City Girl。有道理。這個挺有意思的啊，中間有個正門，正門有一個小女孩頭探出來。他就想證明說，仿佛這個門後還有世界一樣。哦，這還挺有意思，還挺有藝術性的啊。北宋是風雅。剛剛鑽了20幾個墓，還挺有趣的啊。不同的朝代，它的墓不一樣。而且它不是復刻，它應該真的就是搬過來的。有些應該是搬過來的。對。這邊就是一個古墓壁畫大觀，大家可以看古墓的壁畫。四神圖。這個厲害了，神獸伏羲女媧圖，這個還挺惟妙惟肖的。唐代的壁畫就很有唐代風啊，這個是一看就是西域的商人，胡人牽的駱駝的壁畫。2012年發現於洛龍區龍勝小學的墓。從小學裡面發現一個墓，好嚇人。上一次
操場裡面。是不是小孩那裡挖挖挖挖挖出来的？对，有可能。这个也是05年发现于洛阳新区翠云路，感觉就在市中心的某条路上发现的。因为洛阳可能随地一掘就是一个古物。难怪那个铲叫洛阳铲。好了，我们出来了，好累。逛博物馆真的很累。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，就是不同的年代、不同的墓，进去钻一钻，就是对腰不太好。我们视频里能展现的有限，就是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来看看。準備出發去老城區，看看夜景，大唐夜景，洛陽盛世。我們現在到的地方叫洛邑古城。洛邑古城創建於西周初年，西周成王時由周公主持加以擴建，戰國時改稱為洛陽，三國時改洛為洛，後經過隋唐的興建，洛陽城池的規模日漸擴大，而洛邑古城正是其中的一部分，重要裡坊區。這個洛邑古城也要預約入園啊，但是其實不要錢的。請推廣進入。進來了啊！哇哦，一進來都是。你看你格格不入，好多人呀！這在看什麼呀？洛邑古城有一個經典的節目，晚上它會有天女在天上飛，然後散花。已經要開始表演了嗎？你不說晚上嗎？有威亞嗎？這是威亞哎。來了。哦。趕上了。好厲害啊！前兩天刷到視頻，就是前兩天洛陽下大雪，它晚上在雪裡飛。哇，好漂亮！搜了一下這個仙女表演啊，周一到周四是5點、6點、7點3場啊，周五到周天是5點、6點、7點、8點4場，表演3分鐘啊。晚上來看可能會更漂亮點。晚上燈就開始亮了，這就讓我想到了去年同時期去大同。那個古城上的花燈啊，什麼都有，我感覺是同一公司造的，甚至都是。啊，這邊就出去了，沒走幾步路就出去了，好像外面也很熱鬧，都是吃的。洛陽，這兒氛圍濃啊，煙火氣重了這裡啊。我覺得這種畫面就很搞笑，妃子和皇帝在一起吃火鍋。他們穿的像那種柴魚和我的修魚。洛陽十字街啊，小吃一條街。中國最不缺就是小吃一條街了。有點壯觀的啊。其實吃的東西無外乎烤腸、炸魷魚、烤土豆片之類的。杏花村水席，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上海人來吃杏花村了。洛陽4小碗，這哪4樣東西啊？黃米飯、八寶飯。啊，黃米八寶飯。這個是啥？那個苦菊蒸菜。這是啥？小酥肉，牛肉丸子。啊，牛肉丸子啊。來。小酥肉。粉蒸肉的感覺。好神奇。好神奇。牛肉丸。還行，在那個茴香中，其實味道挺重的。這麼大的嗎？來，
這上面摆着黄的是什麼呀？鸡蛋皮。哦，下面是肉丝什么的。牡丹燕菜，对，牡丹燕。按人家说了，这个菜就是各种那些比较民间都可以吃到的一些东西做的，是吧？主要是它萝卜丝，它的典故就是说，当时武则天当政的时候，哪个地方产出了一个超级大萝卜，预示着她当政非常好，国运昌盛，所以就用这个大萝卜要给她做一道菜。武则天说这个什么不似燕窝胜似燕窝，所以是燕菜，这叫燕菜啊！来，非常的软烂。我看，像吃粉条一样，这种水水的菜配上饭最好吃的。好了，吃完饭走差不多5分鐘，你就可以看到這個門，洛陽老城的東門麗景門啊，下面寫着5個字：中原第一門麗景門。這個 how much？ 45，好貴啊！上嗎？沒有特別想上。要走嗎？對不起，我們不上，45塊錢太貴了，4塊5我能上。穿過中原第一門就到中原了。哎，進城。哦，這是一個城裡面還有一個城樓。哎，城都是這樣的，它有兩三層。哦，裡面是一個圓弧形的。對啊，你想的那個西干西納區啊，就是。哦，我終於聽懂了，我剛才反應了半天，什麼西干西納？就是西干西納區。啊，對啊，這裡看看啊，還挺氣派的啊，但這個應該是後造的。這個老城區最有名的還是南門，它的應天門，對吧？應天門好像更大點，我們現在走到應天門去看。應天門確實要比麗景門更壯闊一點啊，這可以用來拍風神。我們到正面來了啊！哇，天哪，這裡還有跟馬帶着馬合影的，我天哪！哇，這個太平了，這真馬耶！啊，這是站高的，我天哪，我靠！真的好恐怖啊！美女需要穿漢服嗎？他是對你說的，美女需要穿漢服。誰對你說的？是我天，我馬都打不過來了。這種就不要打。天哪 ！Amazing。它這個價格是60塊錢一個人，但是這裡面好亂啊！美團買的話58塊錢一個人。這就是個博物館，應天門遺址。這個地方應該真的就是遺址，然後他把它框起來，框成了一個博物館，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造了一個門，應該這意思。現在就是一個土堆兒，它就是從一個土堆兒開始造的，2016年開始造的，10年前才把這個城門給造起來。哇，這也是個遺址，這好厲害！各技師跟木柱起家，最後在木柱上過梁，上面鑄城樓。這個就是一門三道的遺址，然後這三道就是中間是什麼皇帝走的道，然後兩邊是官員走的道，然後這邊是馬道，應該是。他這個講解還挺好的，就是以這個古蹟為就是背景，然後在上面做投影，介紹當時的樣子，我覺得做的還是挺好的啊。這邊可以乘這個電梯登到這個新建的應天門的樓頂，去看整個洛陽的老城區啊。好，上來了。這邊有大量的漢服姐姐們啊。應天門啊，正門。
這個就是模擬當時洛陽的樣子。硬天門在那兒，最遠，好遠。到了，在看什麼呢？哎，嘿，这是我们刚刚就在下面啊，现在我們登頂了。那就是明堂是吧？武則天登基的地方，當然我覺得也是後造的，肯定不是原來的東西。這個是武則天通天塔。哇，好嚇人！今晚我們就到此為止了。這那麼多光柱啊，全都是補光燈，不敢相信。我一開始看到的時候，我以為就是這個廣場上的就是路燈，對，其實全是補光燈，全是拍照的燈，我覺得太震撼了，非常的統一啊，都是這種棒燈。有何評價？可怕，回家了，可怕，太可怕了。好了，朋友們，大家看這個天氣啊，常在河邊走，哪有不濕鞋？Anyway。反正第二天我們開始了。我們今天要去的景點是白馬寺。白馬寺這邊它的票務中心這邊走到它的景區要走好遠的路，所以我們就打車打到這個地方，叫捍衛洛陽故城遺址博物館啊。然後這邊去白馬寺的話，走的話會比較近一點。如果從洛陽龍門火車站打車到白馬寺的話，差不多是40分鐘左右。白馬寺的門票是35塊錢一個人，需要提前預約。預約的話也是在它的小程序上預約，然後用身份證進去就行了。這個地方往裡走就是白馬寺，但是它這一看就是交通管制的，就根本就不讓車開進去啊。這邊就是白馬寺了。如果打到售票處的話，要從那邊要走好遠一條路走過來啊。昨天去龍門也是，我們從龍門的入口一直走到真正的龍門石窟，走了1點多公里，回來也走了1點多公里。好了，我們這明明剛剛已經到門口了，又被他們強行繞路，要繞一圈，繞到那邊去。我終於理解為什麼要走這裡，要強行逛一個商業區啊。洛陽是這個神奇的城市，它從格外蕭條到格外熱鬧，真的都是只有一步之遙。總算到達了一個門口了啊，散客通道。請歡迎光臨行進。它是被稱為中國第一古剎的寺廟。佛教傳入中國來之後，第一個就是朝廷官方政府建的一個寺廟，叫官辦寺廟。當時也是第一次官方派人去西方，就是求取經文。然後當時經文就是靠白馬馱着來到了中原，所以是白馬寺。它還挺不同的，就是它裡面還有一些好像印度和泰國的寺廟建在這裡面。這邊就是白馬寺的正門了啊，全是合影的遊客。但是我們可以先到右邊去，右邊它有個地方叫齊雲塔院，那邊好像是狄仁傑的墓碑啊。哦，這是我想象中寺院的樣子。這就是齊雲塔。轉塔要順時針。釋迦舍利塔。這應該是狄公墓了啊，狄良公墓，大長彌。這是我們中國前3的偵探 IP 之一，狄公。反正還有個是包拯，包拯都是河南人。第3能有什麼？第3我也不知道。難道是唐人街探案嗎？那不可能。宋慈。大宋提刑官。大宋提刑官，它看起來很貼合白馬寺的主題，对不对？对。但它其實好像是宋朝年間，反正是隨便把別的地方的那個馬的雕像擺過來的。啊，這樣的。發現確實擺在這兒，還挺很貼合主題。Let's go， 白馬寺。香火真旺。這個是水源香吧？
白馬寺就是有挺多的店，它是不能进去参观、近距離参觀的，就是用圍欄攔起來了。大雄殿，上面有只鴿子。它这個什麼木雕？你看它那個柱子都，這應該是最老的。止語茶社，這是喝茶的嗎？就免費給你喝一杯茶。這裡不錯啊，這不比藍山厲害？這碗挺有意思，這碗就像以前哥哥喝酒的那种碗。哦，這邊就是國際佛殿園區。哇，這一看就是異域風、東南亞風情來了啊！這很明顯是泰國風格的佛殿。它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國家的佛殿呢？這個泰國佛殿院是92年動工，95年落成的，然後14年全部完工，才正式对外開放的。是這樣的嗎？穿過泰國，這邊就是緬甸了。哎，這才造了沒幾年，感覺已經破破爛爛的。也是14年竣工，10年左右已經成這樣。上面的開裂已經很嚴重了。這個是印度的佛教的一個寺廟啊，像個火鍋。進來就好空曠一下。洛陽博物館，哇，這個博物館還是挺氣派的。要去這個博物館的話，也是要提前在它的小程序上預約。這個博物館的預約非常的艱難，哪怕現在淡季，提前1天都約不到。盡量大家安排提前2天到3天來預約。當然了，這個博物館也是免費的啊，只要預約到還是不要錢的。這個還是很氣派的啊。我們前2天剛逛完上海博物館的東館啊，感覺不遑多讓啊。這個是洛陽博物館的一個分部，它一共2層，主要是2層。有一個洛陽珍寶展很厲害，還有唐三彩展也很厲害。珍寶館青坡坎，從下一直到後進。它這個也挺好的，它這邊有這個講解，還可以看個3維的圖。然後這邊就是食物，這個就是蒙古同方垒，是出土于商代的。這個西周的獸面紋銅方鼎也是这邊的镇馆之寶之一。大家看這2個眼睛很搞笑。哦，這邊也有，這側也有，它4周都有。這個是曹魏的一個玉碑啊，這是這個馆裡面比較有名的一個藏品。潔白的玉，你還能看出一點紋理，但总体来說，這個也是很有名的，它這個是一個半面的笑容的佛像，這個也是這個馆非常有名，神秘微笑。他們2個玩得好開心啊！对，它有一種動態的感覺。是，這也是唐代的3彩灯，應該是有一點點。有綠色。這個是這邊鎮館之寶黑釉馬。唐三彩很少看到黑顏色的，全國一共就2匹黑釉馬，一匹在洛博，一匹在博博。咱看到的就是其中之一。這邊是唐三藏館啊，洛陽這邊肯定最有名的是唐三彩了。唐三彩主要是以黃、綠、白3種顏色得名。唐三彩啊，文官、武官。
這個很明顯就是個武士俑 ，Samurai Soldier Warrior。你看普通婦女的俑呢？唐代婦女这个头发真的好复杂，这弄一个你要弄多久啊？首先你得有这么多发量，是不是？人家又不需要熬夜，又不需要读书。我真是不理解。这搞一个估计得大半天没了。这边就是异域风情的三彩了，就是时代在变革，開始絲綢之路了。這個唐三彩也開始變得有別的國家的感覺了。從洛陽開始到長安，然後一路最遠到我地中海東羅馬帝國啊，金羅狂喜。他們坐唐三彩坐駱駝，他的脖子一定會飛起來，像這樣。啊，這邊就是昨天我們在拱博館看到的啊，就是鎮墓俑。在拱博館很多陪葬裡面也有這種東西。這個是條龍，這個就是天王俑，這個是踩鬼天王。昨天我們在龍門石窟也看到這個踩鬼天王，踩下來。昨天晚上我們看《大唐詭事錄》也看到踩鬼天王。宮廷文物館，這個厲害。這個是3層金絲楠木塔。哇，這個好高呀！哇，這個厲害，上面有304尊佛，哇，這全是金絲楠木的。整個都是金絲楠木。來，第一展廳，這邊就是當年的一個地圖吧，大致地圖，洛陽城啊，南方就是龍門，然後2條河一起落回它的。啊。然後你再往這邊看就是白馬寺。啊，在那兒。白馬寺旁邊是漢魏的一個。啊，然後這是二里頭遺址。好多人呀！我這鬼都看不見，全是講解，天哪！這個燈厲害，這是石花燈，做的還是很有藝術氣息的。來了，大家看這邊就是洛博這邊現在最有名的，跟姐妹陶俑一起合影的一個很神奇的排隊。哇，他們合影的套路好神奇。看看，就是這兩個小姑娘。上次這麼排隊還是在法國的盧浮宮，大家看蒙娜麗莎。好了，我們這次洛陽之行就到此結束了。Any comment？ 有一點點一言難盡。當然這有很多因素，有天氣因素啊，什麼各種因素啊，對不對？但是呢，確實有一點令人小失望。本身的價值是好，只是說可能在遊客體驗方面可以有一些提升。距離我們第一次做視頻已經有1整年了，也有漲了不少粉，雖然不算很多，但是還是很感謝大家看我們的視頻的，是吧？今年我們會去更多的地方啊，已經有很多打算了。今年也會去日本，跟大家約好的，一定會做一期關於鐮倉的。因為一些個人工作上的關係，也會再去英國啊。同時我們還會去別的國家，先跟大家透個底，可能會去到意大利，可能會去到泰國。希望新的一年大家也要好好支持我們的視頻哈，不求點讚，就求大家多看多發表言論。要點讚的，要點讚。行吧，都行。好了，本次視頻到此結束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然後來年我們看更多的旅遊視頻，拜拜。拜拜。